道友，听说了吗？太白星君李长庚原本修行的渡仙门被西方教给砸了，长庚转眼就去把西方教的山门给砸了。他砸的是灵山大门，可不是整个灵山，莫要误传了。我怎么听说好像是截教仙砸的渡仙门，而且还杀了渡仙门的掌门季无忧？截教仙可能干这事儿？云霄仙子跟太白星君啥关系啊？太白星君啥谋略，都去砸西方教山门了，答案还用问吗？是这道理，这西方教不干人事啥时候了，还天天搁这挑拨这挑拨那呢？慎言慎言。道友，听说了吗？太白星君把西方教山门砸了，那场面老血腥老恐怖了。大家不是都在说此事吗？好像是西方教控制了一些截教仙，去太白星君早年修行的仙门搞事，杀了那渡仙门掌门季无忧。这事儿知道就行了，不要乱说。西方教也是大教，咱们可得罪不起啊。道友，听说了吗？太白星君把西方教山门砸了，还当着2位圣人的面把西方教上上下下的弟子捆起来吊在树上打。哎，这为啥呀？您可千万别往外说啊！据说呀，这是那西方教挑拨离间道门3教，暗中用禅教仙的名义控制截教仙去搞人教渡仙门。那渡仙门就是太白星君早年修仙地，感情深厚，结果渡仙门掌门被杀，又死了几千弟子，太白星君就去砸了西方教山门。因为大劫还没正式落下，他才克制着没杀太多人。原来是这般。哎，道友放心，贫道定是守口如……哎，等会儿，渡仙门？哪个渡仙门呢？贫道立的人教道成渡仙门。酒宴上，渡恶真人豁然起身，瞪着自己身边的老化友。不等这个跟自己相识多年、守口如瓶、熟练度相差无几的道友开口，渡恶真人已经转身就冲了出去，顾不得精挑细选一朵云，朝着东胜神州匆匆而去。渡恶真人掐指推算，自是天机蒙蔽，得不出什么结论。他这才想起自己从前只与季无忧保持联络，此刻渡仙门的消息竟然是从酒宴上听来的。那自己这个好不容易从记名弟子培养成为正式弟子的弟子，哎呀，一路驾云过雾，进而风驰电掣。渡恶真人在半路就已经冷静了下来，他毕竟是一路摸爬滚打，有了如今洪荒第一大喇叭有了如今在一定范围内称得上德高望重的仙道地位。假若真如传闻所说，如今炙手可热的人教教主二弟子是出自他渡仙门，那渡仙门被卷入大教之争便是早晚的事。西方教那是什么人呢？从上古开始就不断的强行渡人，仗着2个圣人撑腰，在犀牛贺州横行无忌。传闻中只是说太白星君大人砸了西方教山门，并未说杀了西方教谁谁谁，这是为何呢？很简单，那些能够在明面上站出来的西方教弟子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以随时用来偿还因果。真正的西方教核心人物都躲藏在暗处，杀了他们其实就亏了，还不如直接砸山门，打西方教2位圣人的脸。圣人面皮此前被不断的神化，而今却是一文不值。伴着复杂的心绪，渡恶真人总算是抵达了东胜神州。仙石迫不及待地朝着渡仙门方向延伸，一路更是吓到了不少驾云过往的炼气士。不多时，渡恶真人减缓云头，皱眉看着那再次亮起了大阵的渡仙门，以及外围一队队在空中巡逻的天兵天将。天庭驻兵，事情果然不同寻常。且住！就听一声轻喝，云间有青龙之影闪过，早已自天而降，挡在了渡恶真人面前。渡恶真人做了一个道揖，忙道：这位天将请了，贫道昆仑山八宝洞渡恶，乃这渡仙门的祖师，听闻渡仙门遭恶，特来看望。真人不必拘礼，晚辈自是识得真人。
敖乙抱拳行礼，先是一叹，低声道：“还请真人节哀。无忧掌门，无忧当真？继无忧掌门为护门内弟子，强行燃烧元神，催使神通，最后力竭而死。我家教主哥哥来晚了半步，所幸门内大部分弟子都被离地焰光旗护住，虽有死伤，元气尚在。教主哥哥以命晚辈在此地驻守300年，帮渡仙门度过这段时日。晚辈也已请来了族内几位大罗境的远古长老，力保此地不增忧患。”闻言，渡恶真人满目悠然，他张了张嘴，却只能够低叹一声，苦笑道：“当真，当真。无忧走时，可有挂念遗憾？”无忧掌门未有遗憾，真人不必太过伤心。无忧掌门真灵残魂已被教主哥哥护住，送去了6道轮回盘内疗养。除却100多门人魂飞魄散，只余真灵遁入了地府，其他能救的魂魄，教主哥哥都已安排妥当。有大德后土亲自出手为无忧掌门提升资质，生死簿上也已定下了他下一世轮回之所。无忧掌门最后的愿望，便是转世后还能拜入真人门下，为真人弟子。不知真人可否答应？答应，答应，这如何能不答应？渡恶真人面色好看了许多，皱眉道：“让长庚师兄，让星君大人费心了。”我家教主哥哥还有2件事要问真人。真人可愿放下一些皮面，帮人教出一口恶气，帮无忧掌门和死去的众门人弟子讨个公道？愿。渡恶真人端着拂尘，定声道：“莫说是丢点面皮，若是人教有需，星君大人有所需，能为徒儿报得仇怨，便是这条性命豁出去又如何？将军，不知星君大人有何指示？”真人先在门内现身，指认一名长老暂代渡仙门掌门之职。还有，教主哥哥特意叮嘱过，门内气运较高的那位李靖，此前在大战之中以真仙之姿拖延一名金仙强敌许久，未来可期，还请真人多多培养此子。那2件事，真人还请附耳。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敖乙言说一阵，渡恶真人面露恍然，当即就定声答应了下来。很快，渡恶真人先到了渡仙门内，抚慰安慰众门人长老，并点了一名天仙境后期的长老暂代掌门之职，又为莫麒麟疗伤，将李靖收为正式弟子，且勉强嘉奖一番，便匆匆离了渡仙门。随后，渡恶真人赶回昆仑山，按李长寿给的计划，开始了一场动静颇大的1哭2闹3不活。不过半日，渡恶真人在昆仑山嚎啕大哭，缅怀弟子季无忧之事，伴随着西方教山门被砸的消息，在5部洲之地3000世界各处开始传播。渡恶真人造势了4、5天，哭罢了5场仙宴，6次仙会，7盏茶水，惹来了不少好友义愤填膺。又过3、4日，当此事热度消退，渡恶真人高呼太清圣人之尊号，驾云冲向灵山。渡恶真人有10多位好友一路阻拦劝说，让渡恶真人莫要冲动，去灵山无异于是以卵击石啊！灵山之上，众老道更是紧急商议，几位副教主愁得直掉头发。人教死了一个圣人记名弟子的弟子，太白星君李长庚就是二话不说，直接把山门给砸了。这若是渡恶真人死在他们灵山，人教教主岂不是要亲来？这叫什么事？那小小渡仙门遭袭，与我们灵山有何关联？他山神查都不查，问都不问，变都不变，直接拆了咱们的山门，这洪荒3界悠悠之口就对准了咱们。他水神可有半点证据是咱们做的？此事议论又有何用啊？
此前为何不站出来言说？这不是没能反应过来。任谁都知道，水神一身神通全在他嘴上，谁晓得这次直接动手啊？这渡恶道人在做什么呀？一位老道有些奇怪地嘀咕一声。众灵山老道齐齐地看向山外云上，却见渡恶真人劝退自己众好友，径直朝着灵山半山腰落去，同样落在了那一层层金阶之上。此时这些台阶上有一道道缝隙，自是被李长寿一枪砸出来的。但那座山门已经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恢复原状，只要我修复得够快，就可以当作无事发生。众多灵山老道齐齐向前，这一次见来的是渡恶真人，且渡恶真人背后也没有什么圣人威压，他们觉得天晴了，雨停了，自己这波又行了。只要渡恶真人靠近山门，就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正此时，渡恶真人停下脚步，离着灵山山门尚有一段距离，站在那台阶上仰头一叹：徒儿，师父没用。众灵山老道头顶冒出了一只只蘑菇般的问号。渡恶真人又喊道：徒儿，师父没用啊。两声过后，渡恶真人已经是来了情绪，双目之中泪光闪烁，竟然是禁不住泪洒长空，简直是让闻者落泪，见者伤心。哭声当中，渡恶真人的袖中飞出了一口黑色的棺木，落在那金梯之上。又在棺木侧旁摆了2块石碑，其上一块石碑写着：西方弥勒还我徒儿命来。另一块石碑写着：太清老师注视着此地。众灵山老道顿时止步不敢向前，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选择各自的默然无声，向后退了几步。渡恶真人仰头长叹，又禁不住捶胸顿足。老道我就这一个成器的弟子，他都修得了金仙道果，我人教本不入劫，何以要被你们残杀？还我徒儿命来，灵山要给贫道个公道。一位老道忍不住喝骂：没有凭证之事，休要污蔑。渡恶真人却是管都不管，继续在那灵山大门前嚎啕大哭。那些追着他来的各方好友见状，默默地离远了一些，顺便也将此地发生之事迅速传播开来。天庭太白宫中，李长寿看着面前的铜镜所显画面，仔细地思索了一阵，确定渡恶真人不会遭什么暗算，这才将铜镜摆在面前，继续低头看着面前的几只指道人。这些都是被对方法器破掉后面收回的指道人。李长寿仔细检查，发现指道人之上的核心禁制遭了破坏，寄存的那一缕元神与自己本体时刻联系的符箓禁制，此刻已经被烧融。他从灵山回返天庭之后，就一直在研究此事。自己分布在外的指道人数量巨大，若是这神通轻易就不能用了，自己就会面临真分身乏术的境地，许多大事都会被影响，而且自己总不能遇到一点事就让本体赶过去吧。李长寿沉吟几声，继续尝试着给这禁制本身增加一层防护。自指道人神通成型到今日，这一门神通就帮李长寿做了太多事，而指道人神通失效或者是被影响，此前只是在6道轮回盘与女娲圣人的神通之下。低头又忙碌了半日，李长寿有些疲倦地伸了个懒腰，已经是寻到了改良指道人的思路。稳妥起见，也该搞另一种形式的分身了。让化身产生自己的意识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般太不稳健了。发展不同形式的傀儡分身，与指道人体系互补互助才是正途。斩三尸怎么办呢？其实啊，洪荒之中的斩三尸法都是斩三尸在三尸相融，从而迈入圣人境之下的圆满之境。像太清圣人这般斩出善尸化作老君，纯粹是道境太高，实力再强。斩三尸之道并非太清圣人唯一一条可以走向道之终点的路径，
李长寿就计划着，等自己的均衡大道进一步圆满了，自己就能斩尸了，就将三尸逐步与本体相融，杜绝三尸成精。且说当前事，李长寿又等了2日，待渡恶真人功成圆满，在灵山前离开，报复计划正式进入到了第2阶段。他的指导人开始活跃起来，但主要是传信调度之用。而李长寿的计划开始不过半个月，灵山已经是叫苦不迭。首先发难的是仙盟，天庭直接派了12位元帅组成督察团进驻仙盟之中，督促仙盟与香火神国开战。而那2位自仙盟成立当日就没有见过的副盟主，截教大弟子金陵圣母赵公明也带着20多位截教高手在仙盟现身，以副盟主的名义加入了对香火神国的剿灭。有天庭截教相助，仙盟上下开始高速运转，暂时遮掩了已经显露出的诸多弊病。不过几日就连下数城，抢回了数座大千世界。紧随其后动手是天庭天兵，他们打着在犀牛贺州追杀一些反天妖族的名号，搜查犀牛贺州各处洞府，将那些鸿蒙凶兽上古残留大妖搞得是鸡飞狗跳。更有10万天兵天天就在灵山旁边操练阵法，